前一阵子我用蛋壳培育了一些西红柿和青椒，效果不错。西红柿小苗在不到4周苗龄的时候，我就把它们移栽到种植袋里面去了。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蛋壳太小了，接近4周苗龄的番茄小苗生长受到了影响。不过剩下的6颗青椒小苗却没怎么受到蛋壳空间大小的限制，生长得还不错，一直到长出了花骨朵。大家来看一下，这就是青椒小苗目前的样子，苗龄将近6周。有2颗樟树港辣椒、2颗杭椒，还有2颗柿子椒。几颗辣椒都已经长出花骨朵了，其中1颗樟树港辣椒还长出了不少的侧芽。鸡蛋壳的空间小，在小苗很小的时候，可以将12个蛋壳都摆放在里面。然而，一旦小苗长大了，互相之间就会非常的拥挤，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把12个蛋壳分到2个盒子里面。这样苗与苗之间的间隔就会稍微宽松一些，避免互相遮挡光线，相互竞争造成徒长。小苗长得高大了，对水和肥的需求量很大，再加上蛋壳空间小，保水量不够。我从第4周的时候开始，基本上每天都会浇水，然后每隔1到2天会结合着浇水施一些稀释的有机叶肥，这点还是很重要的。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当然，蛋壳育苗还是受容器限制，有些局限性的。和我用50格标准育苗托盘培育，然后移栽到大育苗盒的青椒小苗比起来，还是逊色了一些。这是我前几天移栽到棚里的辣椒，已经缓过苗了，丰收指日可待。还有这些移栽到大育苗盒里的辣椒，等1个月后过了霜冻日，会移栽到露天大地里面。另外，我这2颗蛋壳育苗的茄子长得也很健康，茄子是在青椒之后培育的苗，现在的苗龄大概是4周。上次有朋友问我，这些用蛋壳育苗的西红柿和青椒好像长得有点太快了，感觉比通常4周和6周苗龄的苗要大了很多。今天我来解释一下原因。其实，如果我不用蛋壳，而是使用标准的育苗托盘，并且正常移苗换大的育苗盒的话，这些苗会长得更大、更健壮。所以这里的蛋壳并没有对育苗本身贡献多少积极作用，它只是一个容器，比较环保，移栽也方便。其实真正起作用的主要还是我这套育苗设备。第一个要说的就是我这个 T5 的植物生长灯，这是有2个灯管的，每个有54瓦。我每天会给小苗光照18个小时，这会让小苗长得健康茁壮。在室内如果光照不足，小苗不仅生长缓慢，叶片发黄，更主要的是会长得又细又高，弱不禁风。所以室内育苗保证充足光照是非常必要的。我在使用标准1020育苗托盘的时候，因为育苗盒较宽，需要使用有4排灯管的育苗灯，这样光照会更加均匀，整盒小苗都会长得整整齐齐的，不至于因为光照不匀而或者歪着长，或者中间壮硕，两边瘦小。第二个要说的是育苗加热垫，既用来催芽，又可以在播种后保证小苗生长的温度。我用一个温控器把加热垫的温度设定在27摄氏度。对于西红柿、茄子和青椒都是很适宜的生长温度，特别是椒类，比如柿子椒，如果温度不够，不仅发芽慢，发芽后迟迟不破土，后面生长过程也会异常的缓慢。咱们比较一下这2颗柿子椒，它们都是同时播种的，区别就是大的这颗有加热垫，小的这些就是靠着室内的正常温度生长的。这样一对比，适宜的温度对菜苗生长的作用就一目了然了。再来看看茄子的对比，有加热垫加温的小苗也是比没有的大了1圈。第3个要说的是施叶肥，充足的叶肥是小苗生长发育的保障。通常来讲，小苗长出第1片针叶的时候，就应该适当的追施一些有机叶肥了，最差的也要在长出2-3片针叶的时候施肥。一般种子自身存储的能量能够支撑它长出2片子叶，普通育苗土里面的肥力能够供给1到2片针叶的生长。所以如果到了3片针叶还不施肥，那小苗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了。特别是我们这种蛋壳育苗，育苗土太少，养分非常的有限，所以长出1片针叶就开始施肥是比较好的实践。我最喜欢用氮磷钾比例为1:1的有机叶肥，用50到60倍的水稀释后使用，营养均衡又不会伤到小苗。根据生长情况，每隔5天，最好不超过1周浇施1次。当小苗长到3到4周大之后，要增加浇施频率，从5天到3天，最后基本上2天就会浇施1次。这样做，想让小苗长不好都难。另外要再强调一下，我种植使用的都是有机方式，如果你是用化肥的话，不要照搬我这样的方法。
光照、温度和肥力，这些就是小苗生长速度能够超出常规认知的最主要的因素了。如果你还育不好苗，试试把这3点做好。另外，如果是育苗新手的话，还要再多说一句，不要过度照顾小苗，特别是别老想着浇水。如果一天浇好几遍水，小苗即便不是非死即伤的下场，也会长成瘦弱细小的高脚苗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会把小苗拿到户外稍微练练苗，为尽早移栽做准备。蛋壳空间还是小，这批青椒在6周苗龄的时候就得移栽了，不然生长就会受限。这些第2批蛋壳培育的番茄也到了该移栽的时候了，我准备了充足的种植袋，这些就都放在种植袋里面种植了。我早些时候用常规专业方式培育的西红柿和辣椒苗，都已经移栽到大棚里面了，已经缓过了苗。这些白色的是硅藻土，撒了之后蜗牛、鼻涕虫、蚂蚁之类的就不会靠近了。趁着天气好，我先把2颗长了花骨朵的辣椒移栽到种植袋里。移栽过程和种植袋种植番茄差不多，区别主要有2点：一是移栽辣椒的时候，把土直接装到种植袋的2/3的位置。因为辣椒不像番茄，几乎没什么不定根，所以将来培土不需要像番茄那么多。第2就是不用买番茄专用肥，普通的含有氮磷钾、钙镁硫的有机平衡肥就行了。如果钙的含量不够，再掺上一些含钙高的鸡粪肥就更好了。因为青椒、茄子、西红柿这些茄果类蔬菜都非常需要钙，缺钙会导致起腐病或烂果。另外，青椒和番茄一样，苗小的话直着栽就行了。苗如果比较高大，斜着栽会让根系更发达，茎秆更粗壮，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会更强，能为将来开花结果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最后总结一下，说是蛋壳育苗，其实培育出健壮小苗的关键和蛋壳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把光照、温度和水肥控制好才是关键。这样的话，不论是用蛋壳、纸杯、豆腐盒，还是各种规格的专业育苗盒，都能够培育出非常不错的小苗来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儿，大家别忘了点赞来支持我们，咱们下期见。